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这将会是我们社科知识入门系列的最终章。前面我们用了大量生活中的实际例子，尽量用大家听得懂的话，系统梳理了包括哲学、政治、金融、经济、心理学等等，总共13个课题的入门框架性内容。本期是第14个课题，我们来谈谈社会学。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排队买东西？为什么在一个新环境里，有些人能迅速地融入集体，而有些人总是有些孤立？还有，为什么社交媒体上每个人的时间线显示的内容都不一样？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其实都跟社会学有密切的关系。简单来说，社会学是研究我们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社会结构和群体行为的学科。换句话说，社会学关注的是我们身边那些看得见但又说不清的现象。就像为什么某些行为被广泛的接受，而另一些行为却被禁止？为什么我们有时会觉得自己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制着？这些问题，社会学都能给到我们一些非常有趣的答案。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去买奶茶，看到长长的队伍，你很自然的就去排队了，对吧？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社会规范的世界里，排队这种行为背后其实是一种社会默契，即大家都知道要遵守先来后到的规则。那再进一步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排队，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可能大家都为了抢先一步挤成一团，整个社会的秩序就会变得混乱。排队这种行为的背后体现了一个更大的社会现象，那就是社会秩序。再比如，在聚会中，你可能会发现有些人非常擅长跟别人打交道，很快就融入了群体，变得活跃而受欢迎，而另一些人则显得比较安静，甚至有些孤单。这背后有什么学问呢？其实这也与社会学有很大的关系。不同人在不同的社交场合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往往与他们的社会化过程、文化背景甚至成长的环境息息相关。社会学通过分析这些行为，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的社交模式背后的原因。那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社会学的相关知识呢？其实社会学并不是一门象牙塔里的学科，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它已高度融入到我们每天的生活里。比方说，我们在上一期有关媒体与传播学视频中提及的信息茧房，由于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被社会媒体背后的复杂算法所算计，这些算法不仅影响了我们看到的信息，还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我们每个人都不自觉地活在了信息茧房之中，它让我们接触到的信息越来越局限于我们感兴趣的领域，而忽略了那些不同的声音。结果社会变得更加的分裂，不同的群体之间的差异加深，甚至引发冲突。这就是社会学帮助我们理解当今世界运作方式的一个例子。说到这里，再来一个有趣的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不同的国家，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文化差异有多大？比如在日本，大家进地铁时都特别的安静，而在一些其他的国家，地铁里可能会有很多聊天或嬉闹声。再比如在美国，大家习惯用怎么了来打招呼，而在中国，我们通常说吃了吗？这些看似小小的文化差异，其实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学根源。通过社会学的研究，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行为规范和文化现象。而且社会学除了能帮助我们理解日常的生活，它还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领域。像近年来我们听到越来越多关于社会运动的新闻，比如全球范围内的环保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等等。这些运动看似是一些个体的集体行动，但其实它们背后都有着复杂的社会学因素在推动。
通过研究这些现象，社会学家可以分析出这些运动的起因、发展过程以及社会的影响。再比如，在政策制定中，社会学的应用也非常的关键。政府在推出新政策时，往往需要考虑它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比如，一项教育改革政策可能会对农村和城市的学生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这时，社会学的研究就能帮助政府预判政策的效果，尽可能确保公平和有效性。还有，你应该不会对城市化这个词感到陌生，它指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搬到城市生活的现象。你可能会觉得搬到城市不过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事实上，城市化的背后有很多社会学的因素。比如，当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时，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是否能跟上？不同阶层的人群如何适应新的城市生活？这些问题，社会学家都在研究，并通过分析数据和现象，帮助城市更好地应对这些问题。说到这里，大家应该能感受到，社会学并没有那么的枯燥。它既是一门学科，也可以帮助我们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身边的世界，理解我们为什么会遵守某些社会的规则，为什么不同的群体会有不同的行为模式。无论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现象，还是全球范围内的大问题，社会学都可以提供一种独特的思考方式。在上一部分，我们讨论了社会学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如此紧密的连接。现在我们再深入一点，聊聊社会学中的一些核心的概念。提到概念，总不免会让人感到一丝呆板和乏味。为了尽可能消除这一层顾虑，我们依旧会用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来讲解。我们先来说说社会结构。这个词听起来有点书生气，还是打个比方，假设你在一家公司工作，你上面有一个领导，领导可能还有他的上司，同时你手下可能也有一些下属。这种职位上下级的关系，以及每个人在公司中的职责分工，其实就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在公司里有一套看不见的规则在引导着每个人的行为，你知道该听从谁的指挥，谁又该听你的安排，这就是一种权力关系和等级制度，它帮助公司有序的运作。但是社会结构不仅仅存在于智上，我们再想想学校、学生、老师、校长，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学生要听老师的，老师要接受校长的领导。社会结构让我们知道该如何在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的角色，遵守不同的规则。不过，社会结构并不总是公平的。比如，有的工作岗位由于地位较高，带来更多的权利和资源，而某些低层次的工作则让人感到无法施展拳脚。这时候，社会结构就可能成为一种无形的压力。就好比你在一个公司里只是处于最基层的职位，可能你的决策权就非常有限，而高层的管理者则掌握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接着聊聊社会化，这部分应关乎我们从出生到现在如何逐渐变成今天的我们，所以会比较有画面感。不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会被父母教导要礼貌待人？为什么在学校里我们被要求遵守校规？这些过程其实都是社会化的一部分。社会化就是我们通过家庭、学校、朋友等渠道学习如何在社会中与别人互动的过程。它帮助我们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婴儿变成一个懂得社会规则的社会人。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小朋友从小就被教导见面要问好，于是他长大后自然在各种场合都很有礼貌，这就是社会化的结果。而且不同的家庭、文化、国家给孩子们传授的规则和行为准则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各地的风俗习惯大不相同。再说到现在，社交媒体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青少年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了解流行趋势、认同感，甚至学会如何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就像某些年轻人可能会因为社交平台上流行的某种穿衣风格而改变自己的着装习惯。社交媒体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这就是现代社会化的新形式。接下来咱们来说说社会角色和地位。这个概念非常有趣，因为它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会扮演不同的角色。想象一下，你在家里可能是父母、是孩子，或者是兄弟姐妹。在家里，你的行为方式可能是关怀、照顾或者接受照顾。而当你走进办公室，你可能是上司或下属。无论你在家里多么有威信，一旦走进工作场所，你的角色就完全变了。这种不同的角色让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下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就好比作为一个上司，你在工作中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拥有决策权，而在家中，可能你的孩子才是掌权人，因为你的日常行为很可能更多的围绕孩子展开。这样的场景很多也很鲜活，就像一些人在职场上是雷厉风行的领导者，但一回到家就成了孩子们眼中的玩伴，非常的温和。这种角色转换正是社会角色的体现。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境和互动的对象，调整我们的行为和姿态。然后我们接着说说社会规范和价值。社会规范可以理解为一套社会规则，它告诉我们在不同的场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像为什么在电梯里我们总是保持安静，为什么吃饭时我们会觉得应该先让长辈动筷子。事实上，这些行为背后其实都有社会规范在引导。就拿搭乘电梯做个例子，在电梯里保持安静其实是一种潜规则。虽然没人明文规定我们必须安静，但这是大多数人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习惯。为什么？因为电梯是一个狭小的公共空间，陌生人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安静，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尴尬和冲突。这种行为规范并不是刻意的教导的，而是通过日常的互动中自然而然习得的。再说说价值观。社会价值观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传递和接受的对错观念。比如，帮助别人是一种美德，诚实守信是重要的品质。这些价值观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甚至媒体传播，不断被强化和灌输，最终成为指导我们行为的准则。最后是社会群体和组织。每个人都属于多个社会群体，不管是家庭、朋友、同事，还是兴趣小组，甚至你加入的线上社交圈。就好比你和一群朋友约好了周末一起去看电影，在这个社交场合中，你们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小群体，这个群体的存在可能只是短暂的，但在这个小群体里，你们会有一定的互动规则，比如讨论看哪部电影，选哪家影院，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群体现象。除了我们面对面的互动，现在的社交网络更是为我们提供了无限多的群体选择。你可能在某个线上论坛上有一群讨论共同兴趣的朋友，或者在社交平台上有特定的兴趣圈，比如有的人喜欢讨论电影，有的人热衷于健身，有的人则偏好于分享美食。这些线上群体虽然看似虚拟，但实际上对我们的行为和观念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社会组织则是社会中更加正式的群体，比如你的工作单位、你所在的学校，甚至你的宗教团体，这些都是组织。社会组织有着明确的目标和结构，每个成员在组织中都承担着特定的角色，遵守特定的规章制度。想象一下，一个公司的运营需要层层的管理，员工需要完成任务，老板则制定策略，这些都是社会组织运作的典型的表现。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由不同的群体和组织交织的网络中，如何在不同的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他人互动，这也是社会学一直研究的课题。
前面我们已经了解了社会结构、社会化等核心概念，现在一起讨论一下社会学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理论听起来可能会让人觉得深奥且复杂，但其实它们无非都是在解释我们每天生活中的现象而已。我们先来看看功能主义。功能主义这套理论认为，社会就像一部复杂的机器，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功能，只有当所有功能正常运转时，整个社会才能平稳地运行。举个简单的例子，想象一下我们的公共交通系统。具备一定规模的城市都会有公交车、地铁、出租车，甚至有些城市还有像渡轮、有轨电车等。这些都是公共交通的不同组成部分。公交车让没有私家车的人能够出行，地铁提供了更快的通勤方式，出租车则为那些有紧急需求的人提供了更灵活的选择。不同部分各司其职，它们就像是机器的齿轮，协作让城市的交通系统平稳地运行。但是如果其中一个部分出现了问题呢？比如公交车罢工了，地铁系统故障了，出租车排长龙了，这时候交通系统就会变得混乱，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功能主义的观点，即当社会的某一部分出现问题时，整个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功能主义帮助我们理解社会是如何通过不同部分的合作来维持秩序的。在更大的社会层面，这种理论也适用于各种社会制度，比如教育系统、法律系统、家庭等等。它们在社会中都有特定的功能。教育系统负责教授知识，法律系统确保社会的秩序，家庭则是抚育后代的地方。当每个系统都正常运作时，社会才能和谐地发展。接下来我们来看冲突理论。如果说功能主义强调合作，那么冲突理论则强调竞争和不平等。冲突理论认为，社会中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不同的群体为了争夺这些资源，常常会产生冲突。这种冲突背后隐藏着的是权力和利益的不平等分配。举个现实的例子，我们常常听到关于薪资差距的讨论。在同一家公司里，高层管理者的收入可能是普通员工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冲突理论会告诉我们，正是因为在社会中，权力和资源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他们通过控制资源来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这种薪资差距不仅仅是个体能力的差别，也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导致的。再比如，性别不平等也是冲突理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近年来性别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在很多地方，女性依然在职场中处于劣势，她们的工资往往低于男性，晋升的机会也少得多。冲突理论认为，这种现象的背后是男性长期以来在社会中占据了优势的地位，女性在争取平等机会的过程中面临着各种的阻力。种族不平等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很多西方国家，无论是在就业、教育还是医疗等方面，很多少数族裔往往得不到与主流群体平等的待遇。这也是冲突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视角，即不同群体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和机会，常常会发生权力和利益上的斗争。总之，冲突理论帮助我们揭示了社会中隐藏的不平等现象，提醒我们要关注那些在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的群体。最后，我们来聊聊符号互动论。这个理论听起来有点抽象，但其实它解释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现象。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是通过人们之间的互动和沟通构建起来的，而这些互动和沟通通常依赖于符号，比如语言、手势、表情等。比方说，当你和朋友见面时，你们会说你好或者嗨，这就是一种语言符号。在不同的文化中，问候的方式可能不同，但无论如何，语言在互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仅是语言、表情和肢体语言，也是符号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想象一下，你和朋友聊天时，朋友突然皱起眉头，即使他没有说话，你也能从他的表情中察觉到他可能遇到了一些困扰。
同样的，微笑表示友好，点头表示同意，所有这些细微的互动都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符号互动。符号互动论还强调个人如何在互动中构建自我的认同。比如，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可能是一个新的工作场所或社交圈，你会根据其他人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这种不断调整和适应的过程，其实就是符号互动的一个例子。我们通过与他人的互动，不断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塑造自己的自我认同。更有趣的是，符号互动论还帮助我们理解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误解。比如，你给朋友发了一条信息，但对方的回复很简短，甚至有些冷淡，你可能会觉得对方生气了，或者对你有什么不满，但实际上可能只是对方在忙，没有时间打太多字。这种因为符号，比如信息、表情符号而产生的误解，也是符号互动论研究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符号互动论帮助我们理解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通过符号进行互动，而这些互动不断地塑造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以及我们的社会关系。通过以上对功能主义、冲突理论和符号互动论等相关内容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理论是如何帮助我们解释不同的社会现象的。无论是社会如何有序的运转，不平等现象的根源，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微小互动，这些理论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后面我们将进一步讨论社会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实际应用。你可能会发现，这些理论不仅仅是书本知识，它们在今天的新闻、政策甚至社交网络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并一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的复杂性。社会分层是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它解释了人们如何在社会中分为不同的阶层或群体，以及这些阶层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社会分层的维度包括阶级、种族、性别等。我想透过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进行拆解。先来看看阶级。当我们说到阶级，喜欢影视剧的朋友可能会想到像《寄生虫》这类的电影，或者《继承之战》这样的电视剧。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阶级之间的差异总是能引起共鸣，因为这些故事通过情节让我们看到了阶级如何影响人的生活方式和机会。想象一下《寄生虫》这部电影中的两个家庭，一个住在豪华别墅里，拥有无限的资源，另一个住在地下室，生活困苦。电影展示了阶级的鸿沟，富有的家庭不用为生计发愁，他们的孩子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拥有更多的机会，而穷困的家庭则在为一日三餐打拼，他们的孩子几乎没有跨越阶级的可能。这其实就是阶级分层在现实生活中的缩影，即资源、机会和生活方式常常受到阶级的影响。现实中，我们也许没有电影里那么戏剧化的差距，但阶级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比如，富裕的家庭能够负担起高质量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而经济困难的家庭可能只有被生活任意摆布。这种资源的不均衡分配会很自然地影响到下一代，使得阶级差距延续。除了阶级，种族和性别也是社会分层的重要的维度。我们经常能从新闻或者流行文化中看到这方面的不平等表现。举个现实中的例子，在很多国家，不同的族群在就业市场上仍然面临不平等的待遇。好比在美国，非裔美国人往往比白人更难找到同等薪资的工作。即使是有相同的学历和工作经验，少数族裔在求职时仍然可能面临歧视。这些现象的背后就是种族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性别不平等也一样。你可能有听过玻璃天花板这个词，它形容的女性在职场中虽然能够看到高层的职位，但很难真正晋升到那些位置。无论是在薪资差距、职场机会还是家庭责任的分配上，女性往往会面临更多的社会压力。即使在电影和流行文化中，性别刻板印象也常常被强化。
你可能注意到，很多电影里的女性角色被刻画成柔弱、依赖男性的人物，而男性则更多被描绘成强者和决策者。这些性别刻板印象正是社会分层在文化中的一种体现。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电影《神奇女侠》。这部电影打破了传统性别的刻板印象，塑造了一个强大的女性角色。虽然它是超级英雄电影，但它反映了社会对性别角色逐渐变化的态度。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角色开始打破以往的性别限制，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正在被更多人意识到并讨论。接着，我们再聊聊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性指的是一个人或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能否改变，通常通过教育、职业或者婚姻来实现。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人能否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原本的阶级，向上晋升。很多人可能都听过寒门出贵子的故事，就是某些人通过接受高等教育，从一个贫困的家庭走向了中产阶级，甚至更高的阶层。这种故事激励了很多人，因为它展示了社会流动的可能性。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流动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比如阶级、种族、性别等。教育是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工具。想象一下，一个出生在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通过努力考上了名牌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大企业工作。这种情况下，教育帮助他实现了社会地位的提升。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教育实现这种社会的流动。经济困难的家庭可能无法负担高昂的学费，或者这些家庭的孩子没有机会接受足够的辅导和资源的支持。在中国的高考制度中，虽然被视为改变命运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我们也经常听到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比如，一些发达地区的学生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升入重点大学的机会更大，而偏远地区的学生则面临更多的挑战。尽管高考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但在实际操作中，社会流动性仍然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限制。另一个影响社会流动性的因素是职业发展。例如，有些人通过职业晋升进入了更高的阶层。想象一下，一个从基层开始打拼的职员，通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的经验，最终成为了公司的高管。这样的例子看起来振奋人心，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很多人在职业发展中面临着职业天花板，即使再努力也难以突破。这种现象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不平等紧密相连。我们必须客观地说，像寒门出贵子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相对罕见的。在统计学上有个专门的词来形容，叫幸存者偏差。但这并不表示我们要放弃努力而选择随波逐流。道理很简单，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中彩票大奖的梦想，但中奖的首要条件是什么？自然是要购买，后面才有资格去谈论中或不中的问题。普通人想要实现阶级的跨越，自然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制约，但自身努力绝对是向上流动的首要条件。通过讨论阶级、种族、性别和社会流动性，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分层对个人生活的深刻影响。从我们是否能够获得优质的教育，到我们在职场中的机会，再到社会对性别和种族的期待与限制，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无形的墙壁。尽管社会流动性让一些人能够突破这些障碍，但现实中分层现象仍然广泛存在，并且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社会制度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它指的是规范和引导社会中某些行为的结构化系统。这些制度塑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着我们如何与世界互动。这里我们通过家庭、教育和宗教这三个最重要的社会制度来理解它们的功能和作用。首先，家庭是社会的根基，家庭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进入社会的第一个平台。它通过社会化的过程，把我们引入社会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人际互动的方式。
不同文化中的家庭结构往往千差万别。在中国，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曾经是社会的主流，3代甚至4代同堂的家庭生活可以让年轻一代从长辈那里学到各种生活的经验和伦理的道德。而在许多西方国家，核心家庭及父母和孩子的家庭结构更为的普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的独立，个体化色彩更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在一个周末的家庭聚餐上，中国的家庭可能会在饭桌上讨论子女的教育、工作，甚至是婚姻问题。父母和长辈的意见会对孩子的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在西方的核心家庭里，孩子在成年后往往更有自主权，家长的参与较少。这种不同的家庭结构其实反映了社会对个体与集体关系的不同期待。而在现代社会，家庭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比如单亲家庭、同居家庭，甚至丁克家庭都成为了常见的现象。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家庭的定义也在不断拓展，反映了社会制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接着，教育是塑造社会化的桥梁。前面我们在有关教育学专题的视频中有阐述到，教育不仅仅是让我们掌握知识，它更是我们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工具。通过学校，孩子们不仅学会了阅读和数学，还学会了如何与他人合作、遵守规则以及理解社会中的权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过去自己在课堂上的情景，老师在黑板上讲解课程，而你需要遵守课堂的规则，比如举手发言、不打断别人。这些看似简单的规则，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学习如何在社会中行为。学校通过一系列的规范，教会我们如何遵守权威，比如老师；如何在团体中合作，比如小组作业；甚至如何遵守社会的整体规则，比如时间管理、遵守纪律。同时，学校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我们的社会角色。例如，班干部和普通学生在权利和责任上就有所不同。这种角色的划分在成年后延续到工作场所、家庭等其他社会场景中。我们从小学开始学到的行为模式，往往会影响我们成年后的社会行为。教育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阶级流动性。就像前面提到的，一个孩子能否获得良好的教育，通常决定了他未来的职业发展和社会地位的上升。因此，教育不仅是个人成长的过程，还是社会结构维持或改变的一个重要工具。最后，宗教引导道德的指南针。宗教在许多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是个人信仰的体现，还是规范社会行为和道德准则的主要来源之一。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宗教都会提倡黄金法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规则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佛教都有类似的表述。它告诉人们如何以同理心对待他人，进而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宗教信仰对社会行为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有着显著的差异。例如，在一些高度宗教化的国家，宗教信仰会直接影响法律、政治和教育等各个方面。以沙特阿拉伯为例，伊斯兰教的宗教教义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法律体系，像禁止酒精消费和限制女性的公共行为。这些法律反映了宗教在社会制度中的深刻影响。相对而言，在许多西方国家，宗教的影响则更多体现在文化和道德层面。比如，美国的政治演讲中，领导人常常会提到上帝保佑美国。宗教信仰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但却依然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宗教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了多样性。有些宗教强调个人与神的关系，比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另一些宗教则更多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比如道教和佛教。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了宗教制度的丰富性，也展示了他们在规范社会行为和建立社会秩序方面的共性。通过讨论家庭、教育和宗教这三大社会制度，我们可以看出
这些制度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生活。它们是社会运作的规则手册，为我们提供了如何与他人互动、如何看待世界的框架。每个人从出生到成长，再到成年，始终处在这些制度的影响之中。理解这些制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的运作逻辑。文化是社会学中一个重要概念，它不仅影响我们的日常行为，还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在这部分内容中，我们将试着去探讨一下文化是如何影响行为，以及文化如何在全球化的时代中传播与变化。想象一下，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坐在当地一家餐馆里准备享受美食。就在你兴奋地拿起刀叉或者筷子的时候，你忽然发现身边的食客们似乎在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进餐，就像在部分非洲和中东的文化中，打嗝被认为是对主人的一种赞美，而在西方文化中，这可能被视为不礼貌。同样的动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含义。这就是文化对行为的深远影响。我们从小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往往习以为常，直到遇到与自己文化不同的习惯时，才会意识到文化对我们行为的规范。又比如，在许多亚洲国家，人们进餐时使用筷子，而且有一套严格的礼仪规范，像通常不能将筷子直插在米饭里，因为这被认为是对死者的祭拜方式。而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用刀叉进餐，并且进餐时往往会有更多的交谈和互动。这些文化差异不仅仅是生活细节上的不同，还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社会价值观。文化不仅影响我们的行为，也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比如在日本，谦逊和团队精神被高度重视，因此日本人通常会在群体中表现得更加含蓄。而在美国，个人主义和自我表达则更加的突出，人们更倾向于在群体中展示自我。这些文化差异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沟通方式、问题解决方式，甚至是面对冲突的态度。再比如，在一些文化中，时间观念是极其严格的。如果你去德国，可能会发现那里的会议和约会几乎不会迟到，时间被看作是高度宝贵的资源。而在一些拉美国家，时间观念则相对灵活，迟到几分钟被认为是正常现象。这些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体现了社会对于规则、效率和人际关系的不同理解。当然，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传播与变化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我们可以通过许多现代流行文化的例子来理解文化的传播和如何影响不同的社会。比如说音乐，在几十年前，听美国的嘻哈音乐可能还仅仅是局限于美国的城市街区，但现在这种音乐方式已经席卷了全球，从日本的饶舌歌手到法国的街头艺术家，嘻哈文化成为了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文化的传播不再局限于地理边界，它通过互联网迅速渗透到全球各地，形成了跨国文化现象。电影也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想一想，好莱坞电影如何影响了全球的电影制作和叙事方式。如今不仅仅是美国的观众在欣赏好莱坞大片，全球各地的观众都能通过电影院或流媒体平台观看到最新的影片。这种文化的传播不仅限于电影本身，还包括电影中的价值观、服装、语言等。例如超级英雄电影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传达了一种美国文化中的个体主义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在全球许多地方也得到了认可和传播。再比如网络文化，你可能还记得那些风靡全球的网络挑战，像之前的什么冰桶挑战或者海草舞，这些看似简单的娱乐活动背后其实反映了文化在全球化影响下的快速传播和变化。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全球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接触到彼此的想法、行为和流行趋势。这种文化传播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也对全球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化传播不仅仅是在形式上的模仿，它也会对本地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带来文化的融合。例如，韩国的流行音乐 K-pop 不仅在亚洲风靡一时，还通过互联网传播到了欧美国家。这个过程中 ，K-pop 不仅仅是简单的音乐输出，还融合了西方音乐的元素，创造出一种新的全球文化形式。这种文化的交融与传播，体现了现代社会中的文化的动态性。总的来说，从文化对行为的影响到文化的传播与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是如何塑造我们每天的选择和行动的。它不仅仅是一套无形的规则，也是一种我们与社会互动的方式。文化传播的速度和范围，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得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的频繁和丰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各种全球性的话题，不管是通过新闻、社交媒体，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在这个部分，我们将挑选3个大家经常能听到或者讨论到的热点议题，同时也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全球化、贫富差距和环境问题，分别进行探讨。首先，从全球化开始。如今，当你打开购物网站时，无论是吃到的还是用的，可以来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几天之内收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商品，这种便利性其实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果。就像你在逛街时买到的某件衣服，可能只需要180元的价格，甚至更便宜。这些衣服的设计可能来自巴黎或伦敦，原料则从东南亚进口，而最终生产则在中国或者孟加拉的工厂完成。这种全球生产链看似为消费者提供了廉价的时尚选择，但背后却隐藏着复杂的社会问题。比如，低成本的生产往往意味着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受到压制，甚至引发了血汗工厂的问题。再比如刚提到的网络购物，如今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购买到自己喜欢的商品，这不仅带动了电商平台的发展，也让我们的消费行为与世界其他国家紧密的相连。跨国公司通过全球供应链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同时也使得商品价格更加的平易近人。但这种全球化的模式是否真正实现了社会的均衡发展，这仍然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这里，跨国公司也是全球化的象征，像苹果、麦当劳这样的公司，不仅仅是在本国运营，他们的足迹遍布全球，影响了无数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然而，跨国公司虽然为一些国家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却也造成了本地文化的弱化以及经济的不平衡。这种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也是社会学家关注的重点。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贫富差距的问题。在新闻中，我们经常听到关于富豪榜单的讨论，以及全球最富有的几个人拥有了比数亿人还要多的财富。这种贫富差距不仅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体现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例如，在美国，收入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话题。数据显示，过去几十年中，富人越来越富，而中产阶级和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前。在大城市中，我们可以看到繁华的金融中心与周边贫民窟的鲜明对比。这种差距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和不满情绪。再看看中国，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济飞速的发展，许多人脱贫致富，但城乡差距依然明显。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差距表现在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虽然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但机会的分布却不均衡。社会学家通过统计数据揭示出，这种贫富差距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收入不平等带来了社会的不公平感，降低了社会的流动性，使得穷人更难通过个人的努力改变命运。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加剧。
最后是环境问题。近年来，气候变化和塑料污染成为了全球讨论的热点议题。我们可能会觉得环境问题与社会学关系不大，但实际上，社会学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环境问题背后的人类行为模式，以及这些问题为何迟迟得不到解决。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温室气体排放量急剧的上升，导致全球气温不断的上涨。我们经常听到关于冰川融化、极端天气频发的报道，但你是否想过，为什么尽管科学家多次的警告，我们的社会仍然没有做出足够的应对？这背后反映的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复杂交织。比如，许多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时面临经济发展的压力，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依赖于高污染的工业化路径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塑料污染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环境问题。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塑料制品被丢弃，最终进入了海洋，对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我们中的很多人每天都在使用一次性的塑料袋或者外卖包装，但这些塑料制品最终去了哪里？也许并未列入绝大部分人思考的范畴。但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还是社会学家们关注的议题之一，因为它涉及到了消费文化、全球生产链以及社会的责任分担。在讨论这些问题时，社会学家试图揭示环境问题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就像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碳排放量比发展中国家更高，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环保政策更有效，而另一些国家则迟迟无法做出改变。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仅在于技术和政策，它在于社会如何组织和运作。客观地说，全球化、贫富差距和环境问题都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它们彼此交织，共同塑造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通过社会学的视角，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找到平衡与解决方案。理解这些现代社会问题，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看清当前的世界格局，还能帮助我们以更加批判性的眼光看待未来的发展。至此，我们有关社会学这一课题的内容梳理和讨论也要接近尾声了。一路下来，我们讨论了社会结构、社会角色、社会制度，探讨了全球化、贫富差距和环境问题等等。相信你已经对社会学的世界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展望未来，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也正在不断的扩大，尤其是在当今的数字时代。你可能听说过数字社会学这个概念，它探讨的是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社会互动方式。就像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一天中有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社交媒体上，他们的观点、生活方式甚至朋友关系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这些平台的影响。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物理的世界中生活，虚拟世界也在塑造我们的社会经验。为了社会学家甚至可能会研究人们在虚拟世界中的行为模式。你会发现在虚拟世界中，许多现实中的社会规则依然存在，比如权力关系、社交礼仪等。这些新兴领域正在为社会学注入新的活力和挑战。最后，社会学并没有一个终点，它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的进化。随着技术的进步、文化的变迁和全球化的加深，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和挑战也在不断的变化，而社会学作为一门动态的学科，将继续帮助我们解锁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不管你是对数字时代的社会问题感兴趣，还是想更深入地探讨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社会学都能为你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让你更好地理解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请记住，社会学不是远离生活的理论，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期待你们在未来的生活中带着社会学的眼光去观察和思考身边的世界。好
好了，有关社科知识入门系列的视频就此告一段落。后面我们会继续在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方向及领域里做深耕。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感谢您的观看，我是二哥。想用大家听得懂的话，聊点感兴趣的事。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希望您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我们在后面的视频中再见。